这是一部我至今不敢看第二遍的电影，不是因为它太惨，而是因为它太真实，真实到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脊背发凉。因为它扒光了黑帮片的外壳，讲的根本不是打打杀杀，而是规矩，是怎么被资本活活玩死的。电影里的两兄弟，阿仁代表的是人情江湖，剑哥代表的是金钱市场，所以这哪是黑帮火拼，这分明就是两个时代的对撞。今天就跟随星光的视角一起走进角头2王者再起，看看这场对撞底下到底埋着多少咱们普通人看不懂的残酷现实。故事啊，得从3年前说起。那时候的阿仁是北城最大的角头，他手底下有北城5虎，个个都是能打得狠角色。阿仁这人啊，很有野心，早就看上了北馆的地盘。这不，他带着兄弟们一路砍杀，直接杀到了北馆老大憨春的地盘上。这个憨春人如其名，确实有点憨，没他老爹的本事，眼看着就要被阿仁给办了。关键时候，阿仁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北区的大佬桂董。桂董一句话让阿仁把人放了，为什么呢？因为桂董跟憨春的老爹是拜把子兄弟。你看，这就是老江湖的规矩，人情大过天。阿仁心里头憋着一肚子火，但也只能听老大的，对着地上砰地开了一枪。撒了撒火，不情不愿地把憨春给放了。这件事让阿仁的好兄弟刘健，也就是后来的健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把阿仁约了出来，本以为是兄弟俩喝喝酒聊聊天，没想到健哥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枪，对准了阿仁。乖，阿仁当时就懵了，以为兄弟这是要造反啊。结果健哥枪口一抬，对着天砰砰就是2枪。我已经决定进苦路要进修了，今天找你来，只是想跟你打声招呼，告诉你一声。在道上混，进修有时候就像是镀金，能增加资历和人脉。健哥这是在跟阿仁告别，警车的声音呜呜的响起来了。阿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随身带着的牌九，塞到健哥手里，这是他们兄弟间的信物。健哥看着他，撂下一句狠话：等我拿到全台北的地盘，我再回来找你。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路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阿仁虽然也想扩张，但他心里头有一根线，那就是规矩和人情。桂董一句话，他再不爽也得听。而健哥呢，他觉得这种规矩就是束缚，是没出息的表现。他选择进修，就是想跳出这个圈子，去学一套更狠、更没底线的新玩法。那张牌九既是信物，也像是一个分岔路口的标志。从这一刻起，两个人就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去了。时间过得是真快，3年过去了。健哥进修归来，那场面不得了，他不再是那个街头混混了，摇身一变成了剑和会的会长，资金雄厚，手下个个西装革履，开着跑车。他兑现承诺的第一步就是帮阿仁完成3年前没搞定的事。他手下有个最拽的小弟叫白毛，走路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就是他带着人冲进了憨春的地盘，那时候憨春正拿着手机刷抖音呢，压根儿没把这帮人当回事儿。白毛二话不说，把人拖上了天台。健哥站在天台上就像个审判官，他让人提来一袋子钱，说是给憨春的退休金，可憨春还嘴硬呢。健哥一个眼神，白毛心领神会，直接把还在那儿骂骂咧咧的憨春从高楼上推了下去。搞定之后，健哥给阿仁打了个电话，语气平淡又带着一丝炫耀：兄弟啊，是我啊，我回来了。3年前你没有拿下的地盘，我帮你拿下了。健哥这个电话听着是帮兄弟出头，实际上呢是一次血腥的示威。他在告诉阿仁，也告诉整个江湖，我刘健回来了，而且我玩的游戏规则已经变了。以前你们讲人情讲拜把子，现在我只讲实力和结果。这种用极端暴力来宣告回归的方式虽然高效，但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要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因为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东西最终也只会被更强的暴力所摧毁。憨春的葬礼上，道上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健哥也来了，带着他那一帮人模狗样的手下。白毛鞠躬的时候身体弯下去了，头还昂着，那股子桀骜不驯，任谁看了都明白，这就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可那又怎么样呢？江湖就是实力说话，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但没一个人敢站出来讲句公道话。葬礼后，健哥迫不及待地把阿仁带到港口的集装箱前，向他展示自己的商业版图，一箱箱的军火，一包包高纯度的白粉。他跟阿仁讲，我们这么好的兄弟，我就直说了，你听我的，把你的地盘放出来做同务，你和你的兄弟们就不用再赚那些辛苦钱了。他想把阿仁的传统势力整合到自己这个现代化的商业版图里来，可是阿仁拒绝了。
在他看来，他开酒店、夜店赚的钱是能让兄弟们安稳过日子的干净钱，面粉那玩意儿是会让人家破人亡的，是断子绝孙的生意，他不能碰，也不想让兄弟们碰。这场对话是全篇最重要的转折点，他把两个曾经的兄弟彻底划分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剑哥认为，兄弟情谊的最终体现就是让大家赚大钱、住豪宅、开跑车，过程不重要，而阿仁坚守的是过程的道义，他觉得守护和稳定比无限的财富更重要。这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价值观的根本冲突。但这种冲突在江湖这个环境里，最终只会导向一个结果：你死我活。阿仁守得住自己的底线，但他管不住手下小弟那颗蠢蠢欲动的心。还记得之前那个被白毛拿钱羞辱的宝马车主，他叫阿超，是阿仁手下的五虎之一。他亲眼看到了剑和会的阔气，心里早就失衡了。他跟着阿仁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一辆宝马。那个白毛跟着剑哥不到1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动了歪心思。第二天，阿超就偷偷摸摸地找到了剑哥的堂口，想背着阿仁从剑哥那儿拿点货自己卖。当他走进剑哥那跟皇宫一样的别墅，看到那些穿着西装跟白领一样的黑帮成员时，他彻底被震撼了。可剑哥呢，对他爱答不理的，冷冷地问他：“你觉得道义值多少钱？”接着，剑哥并没有给他货，反而叫手下把这个二五仔往死里打了一顿。剑哥这么搞可不是为了讲什么江湖道义，他这是在布局。他把打得半死的阿超绑在虾馆，然后通知阿仁来领人。他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打阿仁的脸，告诉他：你看，你守着那套老规矩有什么用？你的兄弟为了钱照样会背叛你，你连人心都留不住。阿仁知道小弟被绑，火冒三丈，立刻带着人马冲进了虾馆。一进门就看到剑哥在那儿悠哉悠哉地唱卡拉 OK。看到阿仁来了，剑哥还热情地邀请他合唱一曲。两个黑帮老大在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激情对唱，而他们身后的小弟们个个手握钢管，眼神都能杀人。这画面真是荒诞又紧张。一曲唱罢，阿仁让他放人，剑哥却还在那喋喋不休地劝他合作。你的小弟背着你来跟我买药，我帮你教训了他。你当大哥的不想赚，他们年轻人可想赚呢。阿仁知道再讲下去也没用了，剑哥从怀里掏出那张牌，酒扔在了桌上。这个动作就是他们兄弟情谊彻底终结的信号，牌九一落地就是开战的信号，一场混战瞬间爆发。混乱中，白毛掏出手枪对准了阿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被打得浑身是伤的阿超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扑了上来，用自己的身体替阿仁挡住了子弹。阿超没了，他因为贪婪而背叛，又因为内心深处残存的那点忠义而牺牲。他的死像一颗炸弹，彻底引爆了北辰和剑和会之间的战争，把一场理念之争拖进了血腥复仇的泥潭。阿超这个角色太真实了，他不是个纯粹的坏人，他只是一个在巨大诱惑面前迷失了方向的普通人。我们生活中有多少人能保证在面对能瞬间改变命运的利益时还能坚守初心呢？他的死告诉我们，一念之差就可能是万劫不复。同时，剑哥的做法也很有警示意义，他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操控人心的手段远比直接的暴力更可怕。阿仁带着兄弟们逃了出来，阿超的死让他心如刀绞，他发誓要让剑和会血债血偿。可就在他准备集结人马报复的时候，贵董的电话又来了，还是那句话，停手，不要再给社团添麻烦。对于阿仁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一边是忠诚，一边是情义，让他陷入两难。随即给了五虎之一的阿庆一个眼神，阿庆心领神会，带着兄弟们经过好几天的蹲守，终于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堵住了嗑药嗑嗨了的白毛，一场残忍的虐杀开始了。那个不可一世的白毛还试图从他的兰博基尼上拿枪，就在他举枪的瞬间，阿庆手起刀落，那种疼痛的感觉让他瞬间倒地。最后白毛像条死狗一样横尸街头，给阿超报了仇，那种快感是暂时的。接下来的是剑哥更疯狂的报复，剑哥砸了阿仁所有的场子，双方的火拼越来越厉害。一个兄弟的死换来了另一个兄弟更惨烈的死，冤冤相报何时了？阿仁的队伍里人心惶惶，复仇的声音也越来越高。阿仁被逼到了绝境，他带着所有兄弟在关帝君面前拜了拜，然后用最古老的江湖方式抽签来决定谁去刺杀剑哥。最终生死签被五虎将里实力最弱的宗保抽中了。按照规矩，老五负责开车接应，他们在酒店门口看到剑哥的身影出现了，宗保就进去了。可一根烟的功夫过去了，老五突然发现酒店的灯全灭了，他感觉不对劲，刚准备打电话，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来：喂，
找我，下次记得约时间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剑哥设下的圈套。老五拔枪反抗，但对方早有准备，火力太猛，老五只能开车狼狈逃窜。他知道台北是待不下去了，连夜收拾行李，坐船逃到了大陆。双方都打着为兄弟报仇的旗号，但实际上他们都成了仇恨的奴隶，谁也停不下来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但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把更多的人推向深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桂董不得不亲自出面了。他联合了警方高层和其他堂口老大，组织了一场和谈。可是在谈判桌上，剑哥嚣张到了极点，根本不把这些老前辈放在眼里，还嘲讽他们是老古董。谈判理所当然的崩了。回去的路上，桂董特意让阿庆送他，他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眼里的野心和好斗。他语重心长地跟阿庆讲了角头真正的含义，核心是守护，要以德服人。可这番话对于满脑子都是复仇的阿庆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他觉得就是因为桂董的软弱，才害死了那么多兄弟。激烈的争吵中，桂董心脏病突然发作了。阿庆慌忙去给他拿药，可当他拿到药瓶，看到桌上桂董和阿仁的合照时，他犹豫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子里闪过，只要桂董死了，老大阿仁就能放开手脚，带领兄弟们干一番大事业了。想到这儿，阿庆愣在了原地，没有把药递过去。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桂董在自己面前痛苦地挣扎，直到没了呼吸。然后他跪在地上，对着桂董的尸体磕了3个响头。阿庆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他只知道这是为了他的老大，为了北管的兄弟。当阿仁赶到时，看到跪在地上的阿庆，再看看桌上那瓶没打开的药，他心里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他痛苦地骂了一句，不知道是在骂阿庆，还是在骂这操蛋的江湖，或是在骂这个身不由己的自己。紧接着，更坏的消息传来，逃到珠海的老五忍受不了那种妻离子散、四处漂泊的日子，跳楼自杀了。在桂董和老五的葬礼上，老五的妻子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质问阿仁：为什么死的都是他们？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啊？这一声哭喊彻底击溃了阿仁最后的心理防线。他明白了，所有的退让和忍耐换来的只是更多的牺牲。他决定亲自去了结这一切。阿仁拨通了剑哥的电话，约定了最后的决战。挂掉电话，他拿出那把尘封已久的手枪，准备孤身一人前往。他的妻子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但颤抖的身体说明了一切。这一刻，阿仁才真正理解了桂董的苦心。当一个男人不光是丈夫和父亲，更是一群兄弟的老大，背后牵扯着无数个家庭时，稳定这2个字真的重于泰山。然而，等待阿仁的不是一场血战。剑哥遣散了所有手下，在工厂里为他准备了他们年轻时最爱吃的卤肉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不可一世的枭雄流露出了难得的脆弱。他一边扒拉着饭，一边回忆起年轻时追女孩的糗事，感叹着命运无常。他疲惫地对阿仁说：你知道我现在最羡慕的是谁吗？是你呀！不用花一毛钱，就有那一帮好兄弟在背后支持。我呢，看看我大把钱，身边没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这一步棋不是我没算到，只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听完这番掏心窝子的话，阿仁也释然了。他缓缓拿起手枪，准备在这里了结恩怨。没想到辫子哥突然冲出来，用枪顶住了阿仁的头。剑哥当时就怒了，质问是谁派他们来的。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幕后老板的意思。这时阿仁和剑哥才恍然大悟，他们俩斗了这么久，原来都只是棋子。剑哥背后一直有一个神秘的资金支持者，这个老板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可现在剑哥整天打打杀杀，搞得满城风雨，严重影响了生意。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他刘健说了算的了。他追求的所谓王者地位，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子。当他失去利用价值时，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清除。就在剑哥陷入绝望的时候，阿庆带着兄弟们杀了进来，救下了阿仁。一场枪战爆发。最终警笛声响了起来，阿庆和宗保为了保护大哥扛下了所有罪名。
而剑哥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则被他用金钱收买的小弟，在幕后老板的授意下，毫不犹豫地一枪毙命。这是全片最讽刺也最深刻的一幕。所谓的江湖大佬也不过是更高级的打工仔，他们自以为在制定规则，其实一直都在别人的规则里跳舞。剑哥以为自己是王者，结果只是资本的马前卒，没用了就丢掉。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真正的权力面前，那些打打杀杀的江湖显得那么可笑和渺小。电影最后，阿仁活了下来，却成了孤家寡人，北城分崩离析。他守住了自己的道义，却付出了所有兄弟的代价。家人们，这部片子根本不是美化黑帮，是解剖黑帮啊！他撕开了兄弟义气的浪漫外衣，露出底下血淋淋的现实。道义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所谓的江湖豪情，不过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那些看似轰轰烈烈的王者再起，终究是一场悲剧。到最后才懂，贵董说的角头的核心是守护，才是最清醒的话。可太多人被仇恨和欲望冲昏头脑，一步步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评论区说说，你觉得道义值多少钱？你更同情阿仁还是剑哥？没看过的宝子速冲，看完评论区交流，你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关注星光，解读更多电影里的现实真相。